说心里话，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，走得更远，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。就这一天，就还是来了。笑儿，别孩子气。我没孩子气，川哥，就是你走了，我不知道该干啥。啥玩意儿？你不知道该干啥了？你当刑警这么多年，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走以后，把旭城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，听见没有？再说了，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呢，万一拿不下来，我再回来。我回来做那个普通侦查员。肖，那时候我跟你混，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！哎，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。谢谢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秦专秦总，一线刑警出身，在旭城市、合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，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，我们也是10来年的老朋友了。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，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。哎，好了，咱不这么介绍啊。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，在年轻人面前装老，挺没意思的啊。其实这个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。我被调到刑侦总队，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。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，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。好，那就没事了。哎，我有办公室吗？当然。那走吧，啊，回见。你怎么样啊？咱这又好久不见了。嗨，还那样。案子多，事也杂，全省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。西城这个案子尤为焦灼，还好小朱在这儿盯着。现在你来了，我更踏实了。哎，李文呢？这我来了，他怎么没出现啊？哎，现在咱们3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？他忙，李文啊能干，厉害，一个能顶俩。你看头些年，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，到培兴来的时候，他哭得稀里哗啦的。现在到了省厅，整个变了一个人。这2年，厅里要求建情报信息中心，他说建就给建起来，搞得风生水起的。听你这么说，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。同事关系，都在一栋楼上办公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到了，就这个。哎呀，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。你今天到，我要是不露面，你不得挑我理啊？哎呀，真是越来越精神了。穿警服呢，不能吧？哎，有规定吗？哎，绿植喜欢不？特意给你准备的。真好。我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，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职工，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，啊，特别有希望的感觉。是好，电窑这垫子很专业，也是你拿来的？对呀，他不是腰不好吗？给他弄个垫子，坐着舒服点，还行吧？太行了，周到。哎，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，关系感觉挺熟啊。多少年同事了，这能不熟吗？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？啊？那个，哎，要不你就先去忙吧，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，聊会儿天。哦，
那你们聊，我忙去了啊。哎，怎么样？我姑娘海平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，天天学习。你怎么样？我挺好呀。跟赵飞也挺好的。啊，同事嘛。你们俩口供一致啊？他也这么说。啥意思呀？啥意思？李文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要觉得赵飞不错，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啊！老大不小了，又是带孩子，又是忙工作的，多不容易啊！嗨，再说吧。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？海平不同意啊？哎，要这样的话，我跟海平聊聊。孩子大了，他应该能理解、能懂啊。不是，我刚反应过来。你咋知道的？我咋知道的？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？我不是海政，吓唬我呢。重说。我重说，何青莲告诉我的呗。就知道是跟我说多少次了啊？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，才跟我说的。都这么大年龄了，别想那么多了啊！不容易。生子走以后，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。这个再说这赵飞不错，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。他这，你有事儿啊？什么叫有事儿啊？本来就是有正事儿，没来得及说呢，就出去了。那你出去干嘛？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？里边让我先出去吗？那个，行了，那你们忙正事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工作得慢慢来，注意身体啊，别太拼了。好，我走了。哎，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？这么半天。哎呀，别瞎打听，来说正事。好，你先看看这个啊，就是你投来的前2天，云城搜了条线索，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。这个人是汉安的，在兰江当过兵，退伍以后回到老家，因为恋情不顺，离家出走多年。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儿，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。95年，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，杀害人员后潜逃。这个云城警方呢，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，对这个胡忠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。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，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。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，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。A 通，我先看看材料吧。
喂，我在跑案发现场，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，尤其是那个905公交沿线啊，我马上回去。秦总还没到吗？没到。秦总，视频都采集回来了，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。你再调，再查，就这个时间段，所有路线都得查，扩大视频侦查范围，一站一站查。邓光荣，哦，秦总，有失远迎啊。哎，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？开。秦总来了，我们还没招待一下，啊？哎，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？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。顾局，你想多了，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。我这人呢，不爱花里胡哨的啊，咱们直接说案件吧。现在那个胡忠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，有下文吗？陈年旧疾，吃2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？通缉令有反馈，也不可能那么快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，往前得推进啊。秦总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胡忠兴的事儿，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。那进展怎么样？我们的人到了那里，人生地不熟，出境也很困难。说实话，不是我们不努力，是真的没办法。你看啊，各地信息不通，情报也不互通，胡忠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反正啊，一有消息，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。这样吧，胡忠兴的事儿，我去跑一趟兰江。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。从现在看来啊，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，也是最大的突破口，啊，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。秦总，你讲话直接，那我也不拐弯子了。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，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，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？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，加大力度，多派一些人，我就不信了，挖不出来他。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，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。小子，听到没有？接着看。还有啊，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，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。顾局，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，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。我跟曹老师、小朱他们呢，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，搞了个并案报告。曹老师呢，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。他提出，将我们现有的3起案子和云城的04年、05年的2起案子并案。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？您应该看了吧？报告？我没看过。这件事情谁负责？你们给我报过吗？
没关系，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，不妨碍我们编案的事儿啊。那现在要并起的这2个案子，源头都在云城，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？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秦总，你看啊，咱们刚来，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，要不这样吧，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，你看呢？好，那你们准备准备，晚上接着开会。秦总，秦总，晚上请你吃个饭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秦总，顾局，来，哎，我不能坐这儿，哎，我坐这儿，我坐这儿。不，客气主便，听我的。这你必须，你听我的。这买单的地方。哎呀，不行。哎，秦总，你到了西城之后啊，咱们2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是我礼数不周，给您道个歉。都是为了这案子，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。这个说实话啊，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。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，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。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，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？是吧？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，那也不是一道菜，是不是？对，秦总，你讲的有道理。我们呀，不但要有鱼头，还要有这个呢。哎，顾局，这酒就不喝了。哎，我呢，说话直，我就直接问问题了。好吧，顾局，今天呢，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，好吧？跟那个云城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好，秦总，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。前几年有个大案，杀人、抢金店、抢银行，是团伙作案。哎，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，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。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，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，但是效果不好，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。哦，还有这么回事儿。那个案子，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，很难拧到一起。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，所以我们西城、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。顾局啊，我听明白了啊。想想也很正常啊。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。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，但是活不能不干，案子不能不破，是吧？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，案子必须得并，只有并案侦查、信息共享，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。这样吧，我明天就去云城，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。秦总，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，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，其实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，是不是？哎，不说了，秦总，咱们俩不多喝，就这一个。酒真别喝了，这样抓紧干活吧。
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，明天就去云城，好不好？秦总，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，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。哦，他们怎么说？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，但是吧，查胡忠新他们没问题，但一提到了并案，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。觉得我们管得宽了？谁说的？当然得管了，案子不等人。强悍是好事，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。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，非常严谨，并上就是5起案子，6条人命。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，那不成笑话了吗？行，那我就通知石处，咱们明天一早出发。哎，石处留在西城吧，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，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。这样，你跟我回云城，然后咱们就去兰江，速战速决。是。老周啊，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。省着点用啊，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，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。哎呀，谢谢了。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，还看哪门子视频？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，都1年多时间了，那眼睛都看瞎了，有什么用啊？老周啊，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，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信。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，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。我们这么多双眼睛，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。继续看了。哎呦，常局啊，秦总，这位就是常斌，常副局长，您见过吧？啊，没见过。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，可惜没见着。走嘛。上次真的是很急啊，秦总，你到我们这边，我们表示欢迎。但是西城的事儿，恐怕有点不好说啊。没什么不好说的，有什么不好说的？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。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，也不想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天下警察一家人嘛，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，是不是？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，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，不应该个人来继承，是不是？秦总说的是啊。秦总，你有什么计划？我听你的。我实话实说啊，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，是为了案子。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，啊，以后为了案子，两家必须共同合作。那秦总，你说嘛，我们怎么合作？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，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。这个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，我必须亲自看看。秦总啊，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，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，我们去办。这样，秦总，给我们个机会，让我们先查。行，那你们去查胡忠兴老家，我带着西城的人去兰江查枪，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，及时共享。好的。
老师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？不太乐观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。我前天到的西城，今天到的云城，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崇兴老家，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现场，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兰江查江了。这个胡崇兴在兰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，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崇兴这个绳上吊死，越走越远。是啊。是不是胡崇兴都得走这一趟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地方的公安压力大，容易死磕较劲儿。你走这一趟，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，办案的准绳在哪儿，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。是，现在就钻牛角尖儿。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，啊，视频监控也不查了，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崇兴。川儿，你呀，你得替他们长好多呀，啊！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，咱们这是在明处，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。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，丧失主动权。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，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，你懂吗？是啊，吴老师，我懂。哎呀，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，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，真是难为你们了。嘿，也不都是这样，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。这样，我跟领导打个招呼，让赵飞呀跟你一起去兰江，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吴老师。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，秦总，你们来了就太好了，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啊。是，出门在外办案子确实不容易。秦总，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兴警官，你好，警务联络员。你好，你们来之前呢，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，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，我们有什么问题呢，都可以跟他讲。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，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盗枪地点。华歆，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，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。好，秦总，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。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，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，人还在。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，枪肯定是找不到了。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，也说没有。就这些啊？就这些。啊，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？不能。秦总，胡忠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，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。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？不知道。胡忠兴抢了一辆什么车？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，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，可惜什么也没找到。我们这次来啊，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。要不就华歆再辛苦一趟，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，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？好。另外，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？应该是有的，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。哦，要找。我的意思啊，不管是这个华歆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，只要有弹壳弹头，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嘛，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。估计很难，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，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，什么也没有找到。也没找着就继续找吧，兵分两路，
啊，华歆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，看能不能找着。我们这面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。好，走。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。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，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。让你说着了，这案卷真是长腿废了。只能等华歆的消息了。秦总，华歆那边来电话了，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，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，调了好多人过来，一点一点的翻，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。想想也是啊，10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，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。行了，尽人事，听天命，大家回去休息，我们尽力了。你慢着点啊，没事没事，不是10几年前的小伙子了。没事没事。你要是老这么扛着，出了什么问题，那难受的是自个儿。哎呀，这么多天掘地3尺，什么收获也没有，真是一言难尽。站这等着啊！进来。躺那，躺那。他们这案子呀，办得太糙了。来，我想批评他们几句吧，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。哎呦，没事啊，没事。人少装备还不足，一张张苦哈哈的脸，我是真不忍心了。老赵，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，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，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？不是。说呀，为什么？你问这问题，我真想过。那天一到现场，我就觉得不对劲儿。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，虽然是从这边来的，可怎么都感觉不像。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切本，什么人干什么事儿。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，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、更狠辣，还更有预谋。哎，别动！他就是这种感觉啊。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，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，
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。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，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。我有种直觉，他还会作案，没有离开西城，搞不好是大案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？这回茶香，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。云城、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正兴这条线呢。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，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，对吧？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，必须改变方向。川儿，这回听你派我来，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。你后边想怎么办？你跟我说，我回去汇报给领导，帮你解决。从头再来。从头再来。秦总，哎呀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坐，啊，石处啊，秦总，听我们小岳讲，这趟很不容易啊。哎呀，办案嘛，这很正常。好在确定了一点，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，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。好在确定了一点，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，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。秦总，我们也议了一下，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，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。啊，我就直接说了，我们认定就是他。所以，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，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，是不是？怎么认定呢？证据呢？连证据都没有，就整天想着发 A 通，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呀？A 通一发，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，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，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，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。真的不是这个意思，啊，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。你看啊，第一，他是抢枪、杀人、劫财；第二呢，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。那么第三呢，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，他是具备的。那么第四，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，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，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。那第五呢，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，都是那一类枪。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，可以说是非常像的。你说这几条啊，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。你再觉得是，那也是觉得，不能当证据。你说习性，那是你们觉得他像。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？就自己斧子丢了，看见邻居拿一斧子，就怀疑是他偷的。这不行啊！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，找到一条线索，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，把它说圆了，这不行，没有硬性的证据，不能认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是说我在编故事，是吗？我好歹是一区之长，也是破过大案的，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，真的，不是不认真。
今天的会就到这里。喂，陶婷，怎么样？西城不比培兴啊，潮湿得很，还适应吧？哦，我没事儿，挺好的。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，我支持你。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，就不能认定是胡中兴，但胡中兴要找，案子也要追。我想过了，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，但都是为了工作。我的想法是，胡中兴先放一把，所有材料重新梳理。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，成立专家组，到西城，人从哪儿消失的，就从哪儿找。我同意，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，不能打补丁。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2个案子并案的问题，能并就大胆的并，如果并不上，就从西城的3起案子开始。按你说的做，人从哪里消失，就从哪里找。好，陶婷，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。好，放心大胆的干吧。好。老朱，老朱，你过来看一下。你们都过来看看。我去看看，我去看看。你们看看啊，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？我看不清啊，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。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，你看，公交车道好窄，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。你们再看，这时间、这地点，还有他穿的帽子、衣服都好像啊。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，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。这有什么？他可以伪装吗？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，就没个几分钟，他何必要换呢？这个季节，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。小邓啊，你是最辛苦的，你一晚上都没睡呢，熬花了眼。你去睡一觉，醒醒神再看啊。大家再坚持一下啊，我们再坚持坚持，去看视频啊，饭困了就吃点东西啊。好。起来。哎
呦，雷主任，川儿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呦，你好，师叔您好。哎呀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越是这个时候，我越不知道说什么。那就别说了。顺利吗？梁局还行，梁局还行。吴老师，咱们终于还是把您请出来了，这边的活不好干呐。梁局发现了一段视频，好像犯罪嫌疑人，但是被他们否定了。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，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。既然大家都否定了，那就先搁置，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。小邓，有什么发现吗？有什么发现过来说。小邓来了，走。看来是有情况了。秦总，各位领导，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，好像犯罪嫌疑人。那走啊，去看看。哎，各位专家，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，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。你休息什么呀，川儿，直接看视频，走吧。走，哎，上车，直接看视频。走。都醒醒，都醒醒！领导来了。来，川儿，你来。你坐，吴老师。这个戴白帽子的人，我觉得非常可疑，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。就这个人。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？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，又是高峰期，人挤人，他怎么下去的？在哪儿下去的？也不知道。你这样，你再给我放一下。哎。停。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。哦，还有手套，他的穿着、戴帽子、穿外套都很正常，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。而且，他把帽子压得很低，故意躲避摄像头，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。雷主任，那麻烦您再请相关的专家，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，好吧？好。各位老师啊，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。你看啊，从衣服和时间上，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，再加上戴白手套，故意躲避摄像头，这些动作，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。人从哪里消失，就从哪里寻找。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，那我们就在905着手，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。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，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，回头观看视频，去除外在伪装，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，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，一点一点的看。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。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。秦总啊，这个要看很久啊。要快，我们拖一天，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1天时间。要整合力量资源，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。200人。可是秦总啊，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。还有，我不太明白的是，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？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，
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，2个人一组，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，200户人家，1天干完。摸排讲究的是什么？时效，一个是时间，一个就是效果。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，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，就是人不用出去，意思是一样的。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，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。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？不能。所以200人，1个星期，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。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，那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，啊，人集中在一起。你们赶紧调人，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。小朱啊，我想跟你打个赌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？我不和你赌，我要输了我也没钱给你，我要是赢了我也不敢要你的钱啊。关键是，你肯定输了。你这乌鸦嘴！邓儿，就这么点人，我要的人呢？秦总，这梁，你在哪儿？你过来一下。我就在视频组，你马上过来。秦总，我要的200人呢？在哪儿呢？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，已经布置下去了。梁，咱们说点实在话啊，你到底能有多少人？咱们得干活啊，得认真干啊！你跟着我干，你得按我计划走啊，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，落实不下去啊！小梁，你是一把好手，也是干将。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，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？我不是光部署不干活，我得跟踪，我得看成效。你有困难你提出来，咱们调整。我要见到实际成效。秦总，我是真的布置了，都答应的好好的，说今天上午8点半来，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，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？所里的事情多，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，我再想想办法，好不好？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，实话实说。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，跟指挥部一块看，不能在这看，啊，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。万事开头难，这个头开不了，这案子破不了。80个人行不行？我刚才一直在盘算，就这，都得去求人。秦总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是咱们得求人。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，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，就成了谁的。只要你想干点事儿，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，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，太难了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其实我们处境一样，我很理解。就80人，好吧，就80人，大家辛苦一点，必须要集中看，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，集中看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也是为了我们好，这案子要是破不了，我们压力最大。我不是为了你们，我们是为了百姓。一个组8个视频，做好登记，不要遗漏。来，这边也是，做好登记，不要遗漏。咱们再排查，记一下。来，按照这个时间。啊，来吧，咱们开个短会啊。都回座位，都回座位。来，大家坐。
这个呢，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，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，一共有600题。对，600题。啊，我们呢需要在1个星期到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。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？我就是想要效率。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，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，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，扎堆推进，全面汇集，高度共享全案信息，啊，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，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。这次呢，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，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，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，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，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、交通线、信息线，全力展开侦查工作。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，要有参与感、紧迫感。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，每个车站延伸200米，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，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，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，这就叫步步为营，扎堆推进。发现任何信息，有任何见解，一起研究，不要自己判断，要大家一起商量。我知道啊，大家都很辛苦，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，抛家舍业的，但是我们是刑警啊，我们就是干这个的，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。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，有任何事情，你们可以随时叫我，好不好？好。
交流关门站到了，请下车的乘客站稳扶好，有序下车。河路口站到了，请下车的乘客站稳扶好，有序下车。这次是真的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快去看看。哎，秦总，你们看啊，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点15分左右，临路区光明银行门口，这个人买早餐，正面、侧面全部都有，没有伪装。这是买早餐的视频，一看就没那个年轻，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。再一个，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，一个是走路晃晃的，一个是正常的走路，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。这衣着有像的地方，也有不像的地方。这个很好解释啊，衣着、步态，他都可以伪装，伪装就有年龄差距。秦总。同一个监控，同一个时间段，这个人在14号、18号、19号、23号、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。调出来看看。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。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？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，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。那你再看，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，每次都准备好零钱、付钱、拿早点，这说明什么呢？他不想被人记住，不想留下印象。这个就更好解释了，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，当然不用问了。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，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？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，应该记住了吧？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！小邓。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？我干了半辈子，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，我把警服脱下来。哎呀，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。小邓也不是抬杠，是研究案情。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，
坚持认定是胡忠兴，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？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。另外，说实话啊，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。那过去我们搞案件，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，全要下去摸排，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。啊，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，这几起案子已经2年了，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，那不把他列为重点，把谁列为重点啊？你假的也要把他找出来嘛，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？我们都等2年了，还差这么点功夫吗？还有啊，有争议呢是好事儿，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，是不是？那我说几点原因啊，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？第一，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。第二，你看，这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，像是带着枪，啊，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？是不是？第三，刚才小邓也说了啊，这个人擅长伪装，啊，什么帽子啊、步态啊，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。如果说他是出现在阜通河路，那这个人必须要查。秦总，就是阜通河路啊！走，去现场。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，继续看。好，知道了。杨局，哎，这片区域你熟吗？不太熟，这里是林路区，前局长的辖区。等他来了，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。这有很多学生公寓，学生不少，做学生生意的更多，大部分是外来人口。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，过了林路山就是怒江。秦总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走过一遍。你看啊，这环境非常复杂，全是小路，四通八达的。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，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，肯定不是偶然，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。秦总，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。没有，你赶紧布置一下，加大力度，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！每天上报结果，任何人出现疏漏，严肃处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还是老规矩，40个组平均分配，谁拿硬盘谁登记都保护好。这是全部的。啊，好，大哥，这是公寓。行，你们先去忙吧。哎，好嘞。邓儿，哎，人手够不够？够了，一听说有发现，都来帮忙了。好，你有经验，你张罗分工，哪个小组分管哪片，弄好了啊。秦总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。好，你别觉得这个活儿碎，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儿，啊，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。哎，那我去忙了。队伍就该这样啊。小伙子不错，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。是啊，是不错，这川啊快有徒弟了。我还是个学徒呢，我哪敢收徒弟啊？来，同志们，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，大家呢再辛苦一下，加把劲儿，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。我们也加大力度，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。工作肯定很辛苦，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，好不好？好。
喂，陶婷，怎么现在还没睡啊？你不也没休息吗？哎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？啊，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。可能会在林路区、阜成河路一带。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。好啊，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。需要我来协调的，随时跟我联系。是，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，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。你不要压力太大了，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努力。陶婷，您早点休息吧。好，你也注意身体。好嘞。哎，川儿，来说，这样，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，你们回北京，你们不能这么熬。那我们不放心你呀。哎，听我说，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，是我不懂事儿，非要把他叫来。这样，您放心，我在这儿呢，我保证完成好任务，好不好？那你随时有事跟我们联系，打电话。好，我脸擦擦。哎，别跟着我，散开，自己去观察。还有，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，停远点啊！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？啊？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。保存了，我让底下的人呢，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。秦总，放心，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。秦总，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。到底有没有残疾？你好，警察。我问一下，你这门口这监控什么时候装的？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，那时候就装了监控了。哦，这2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？没有。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保全的。去，把袋子拿回来。好，我去找。秦总，这事儿全怪我。老秦，我说句重话啊，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，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，谁要是把这火光掐断了，谁就是罪人。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。
豆，怎么样？哦，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。如果没有发现，就延至当月；如果还是没有发现，就往上推3个月。好，川儿，你呀去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。我休息什么？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，我休息什么？没事。行了，你先坐下。秦总，秦总，秦总，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。就是他，去哪儿了？往哪儿去了？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？是个网吧。你看这个，这一看面相就不像个好人。是，走，吃饭去。